喂，街坊們，見到呢個外景就知道我哋又搞新意思啦。今集呢就超特別，等咗30年，大埃及博物館 Grand Egyptian Museum GEM 終於全面開幕。喺門口個廣場，你就已經俾呢一個世界第一座嘅 Hanging Obelisk 懸掛方尖碑震撼到啦。佢係將一條3500年歷史原本應該插喺地下嘅方尖碑反傳統咁吊喺半空，目的就係等你可以企喺嗰個方尖碑嘅底下，抬頭望上去，直接見到刻喺底部嘅法老王名字。其實我呢次旅行已經差唔多成年前訂咗機票噶啦，不過呢，估唔到真係咁好彩，GEM 居然喺我到埗之前正式全面開放。呢個博物館啊，足足籌備咗超過30年，1992年已經話起，中間經歷過2011年嘅阿拉伯之春，經濟停擺，再加上 Covid 疫情，開幕嘅日期改完又改，去到舊年2024年話開，其實都淨係 soft opening 開咗部分區域，要等到頸都長，今年11月啊，先至真正全面對外開放。所以話今次真係超好彩。不過講真，山長水遠嚟到 GEM， 如果淨係為咗一堆黃金嘅展品，咁你就真係浪費咗張機票啦。GEM 令我最驚喜嘅呢，唔單止係佢史上第一次將圖坦卡門所有5000幾件陪葬品好似拼圖咁一次過晒冷俾你睇晒，最正嘅係佢哋個策展方式改變咗。以前去博物館你就隔住玻璃睇死物，但係今次館方用咗好多心機，做咗唔同嘅互動科技，睇到科學家點樣透過 CT scan、DNA 測試，甚至係微量元素分析，將冷冰冰嘅文物變翻做有血有肉嘅故事，感覺真係好似睇緊一場現場版嘅 CSI。就係因為呢一啲科學分析，我哋先至會發現到，原來喺嗰個金光閃閃嘅面具背後，隱藏住咁多我哋之前都唔知道嘅秘密。大家準備好未？今日呢，我哋就用科技、用 DNA、用考古學嘅證據，逐一解開謎團，重建呢一位少年法老王不為人知嘅真實人生。我哋一齊行入大埃及博物館揾真相。當你一踏入大堂，迎接你嘅更震撼嘅影像就係拉姆西斯二世 Ramses II 嘅巨型石像。呢個重83噸嘅巨人，以前就喺開羅市中心嗰度吸廢氣，而家終於揾到一個襯得上佢嘅永久之家，以居高臨下嘅姿勢歡迎每一位入到嚟 GEM 嘅觀眾。但係當然啦，今日嘅戲肉就唔係佢，而係上去1樓行入啲嗰位令到我哋全世界人類都着迷嘅圖坦卡門。今次第一次有齊晒5000幾件陪葬品，由着嘅草鞋到黃金面具，由3000幾年前佢日常玩緊嘅玩具，到通往地獄嘅指南書都有齊晒。講翻個場館本身啦，GEM 嘅設計真係冇得頂啊，絕對係建築界嘅 masterpiece。入到去你會發現，雖然佢大到好似機場咁，但係個設計非常之人性化。留意下呢一條超級壯觀嘅 Grand Staircase 大樓梯，佢唔單止係樓梯咁簡單，亦都係展示大型文物嘅最好位置。佢最正嘅係旁邊設計咗一條超長嘅扶手電梯，就算係一家大細、老人家或者推住 BB 車都可以舒舒服服咁一邊搭電梯一邊欣賞旁邊幾千年嘅文物。就算你坐輪椅，佢中間都設計咗一個全玻璃嘅輪椅電梯，真係非常之周到。上到去1樓呢，入館之前千祈唔好唔記得走過去窗邊望一望，因為透過佢幅巨型落地玻璃望出去，哇！你就可以睇到成個 Giza 金字塔嘅全景。博物館特登設計成咁，將館內嘅古物同窗外嘅金字塔連成一線，嗰種新舊時空交錯嘅視覺衝擊，真係好值得親身嚟感受一下。好啦，要去圖坦卡門嘅展區呢，就要首先經過呢一個入口。然後呢，就要行去中間呢一條天橋嗰度，去到展區呢，首先迎接我哋嘅就係幾個巨型嘅金色大木箱，佢嘅 shrines。講到圖坦卡門嘅墓，大家一定要知就係古埃及人對包裝有幾執着。當然絕對唔係就咁一副棺材搞掂啦，佢嘅設計係一個超級誇張版嘅俄羅斯娃娃 Russian doll， 成 set 加埋足足8層咁多。首先啦，最外圍嘅就係睇到嘅呢4層巨大嘅木製金箔神重 Gilded Shrines，
你喺博物館見到實物就會知道有幾誇張。最出面嗰個大到架車都泊得入去啊！呢4個巨型嘅金屋一層套一層，就好似一個保險庫咁。去過帝王谷嘅觀眾可能會話：喂，圖坦卡門帝王谷個墓好鬼細㗎。你講得冇錯，睇過相嘅你哋就會知道，其實個視覺感覺就好似要將一個車房塞入去間細細嘅劏房嗰度咁。所以當年啊，考古學家 Howard Carter 啱啱打開呢個墓嘅時候呢，發現最出嗰個金色木箱其實同牆壁之間淨係得10幾 cm 嘅空隙嘅咋，真係連轉個身都難啊！呢啲層層疊嘅設計唔係為咗好睇，而係古埃及嘅一個保護系統。每一層上面都刻滿晒死者之書同埋地獄之書，呢啲 instruction 就係用嚟俾法老王喺死後嘅世界過關斬將嘅攻略本啦。而喺呢4層嘅金鐘罩入邊呢，接住落嚟嘅4層，首先就係一個石棺，由單一塊黃色石英岩雕出嚟嘅長方形石棺 sarcophagus， 而石棺入邊就係你面前呢3副嘅人形棺材啦。不過眼利嘅街坊睇到我哋 Jam 嘅現場片就可能會發覺啦，誒，金屋就喺度啦，人形棺材都喺度，但係中間分隔住佢哋嗰個石英岩石棺呢？冇錯，大家冇眼花。雖則話 Jam 係圖坦卡門嘅全集合，但係唯獨呢個重得好緊要嘅石棺係冇搬過嚟嘅，佢依然留守喺帝王谷 Valley of the Kings 嘅原始陵墓入邊。點解？因為佢要守護住圖坦卡門嘅真身木乃伊。嚟到最外面嘅呢個人形棺材，我就想講一個好少人提到嘅蝦碌故事，一場連法老王都冇仇報嘅世紀級工程災難。你冇以為法老王嘅葬禮就一定係完美無瑕。圖坦卡門話你知，現實其實超混亂。想象一下，當日大祭司準備蓋最重嗰個石棺嘅嗰一刻，哎呀，發現原來第3副棺材個腳位竟然長過個石棺，嗰種驚恐可想而知啊！如果你當時係工匠，你會點呢？做過個新嘅？第一冇時間，第二喂，俾人知道分分鐘斬頭啊！結果呢，就大家決定喂，暴力解決算啦。佢哋即場用鋸斷咗最出邊嘅呢一個人形棺材嘅腳，再好乸西咁用啲黑色嘅膏遮住個鋸口，就係你而家睇到呢一劈啦。誒，你可能會話：喂，呢啲係咪坊間傳說嚟㗎？當然唔係啦，係有事實證明嘅。當日 Howard Carter 開棺嗰陣時呢，發現咗石棺底竟然有一堆望上去好似新簇簇啱啱磨落嚟嘅木碎。唉，堂堂法老王，最後竟然要削足適履先至能夠入土為安。我哋再睇入啲，去到中間嗰個人形棺材，大家覺唔覺得佢個樣好似怪怪地呢？個面上充滿咗女性嘅特質，同圖坦卡門其他啲肖像唔多似噃。考古學界一直都有懷疑，呢副棺材根本就係二手貨。原本可能係整俾佢上一手嘅法老，但係因為圖坦卡門死得太突然啦，唯有將人哋副棺材攞嚟用住先。睇到呢度，你哋都會明白到，其實當時呢一個葬禮係有幾倉促呢？當然啦，所有葬品之中最值得講嘅，一定就係而家嚟到最裏面呢一副人形棺材啦。呢副純金嘅內棺，大家要搞清楚嘅就係頭先嗰2副雖然都係金碧輝煌，但係都只不過係喺木頭上面貼咗金箔啫。不過呢一副就貨真價實係全純金打造，重達110公斤。用今日嘅金價嚟計，淨係熔咗啲金啊，都價值連城。就更加唔好講佢上面嗰啲無價嘅工藝。棺材上面刻滿咗羽毛嘅圖案，嗰個就係佢哋嘅保護女神 Isis 同埋 Nephis 嘅翅膀，代表住永遠咁擁抱住法老王。當然去到最後，大家眼前成個博物館嘅鎮館之寶，可以話就係呢一個最耀眼嘅黃金面具，亦都係唯一一個地方你會睇到有人排隊要同佢影相嘅。呢個面具同埋剛才嗰個純金內棺，簡直就係古埃及工藝嘅巔峰，完美咁重現咗圖坦卡門嘅樣貌。但係大家又知唔知道，喺呢堆極致奢華、看似完美嘅黃金背後，竟然係一個令人心寒嘅現實。剛才提到嘅永生，其實係換來咗一場毀滅性嘅肢解破壞。當年考古學家 Howard Carter 喺1925年打開圖坦卡門副棺材嗰陣，佢發現咗一個大難題。
原來當年落葬嗰陣，祭司倒咗太多香油同埋樹枝 resin 落去，經過咗3000年嘅氧化，呢啲神聖嘅油就變咗做好似我哋馬路嗰啲瀝青咁硬，將圖坦卡門個木乃伊、黃金面具同埋嗰個純金嘅棺材3樣嘢黐埋咗，變成咗一嚿。為咗要攞走嗰啲黃金寶物，卡特曾經嘗試過用比較溫柔嘅方式，將個木乃伊連棺材搬去埃及嘅烈日當空之下暴曬，諗住喂65度高溫可能可以溶翻開啲樹枝噃。結果一啲效都冇。最後為咗趕得切交差，佢就做咗個好無奈但係其實好殘忍嘅決定。佢唯有將圖坦卡門嘅木乃伊人手肢解。為咗攞走佢手上嘅黃金金軸，佢哋切斷咗法老王嘅手臂。為咗將身體由棺材底嗰度攞起嚟，佢哋將身體由腰部切開咗2截。最慘嘅係個頭，因為黐得個黃金面具太實啦，連個頭都斬埋落嚟，先至可以用熱刀慢慢咁撬走佢上面嗰個黃金面具。大家見到喺皇帝谷入邊咁安詳嘅圖坦卡門，其實係事後卡特佢哋將啲肢體逐一砌翻埋一齊，遮遮掩掩咁還原嘅結果。所謂嘅眾神之玉呢個黃金啊，雖然保住咗佢嘅靈魂，但係亦都就係因為呢一份黃金嘅價值連城，令到佢嘅肉身承受咗最大嘅折磨。講完棺材，就講下佢啲貼身寶物啦。成個墓最令科學家拗爆頭嘅呢，反而唔係佢個黃金面具，而係掘出嚟嘅時候綁喺木乃伊右大腿上邊嘅嗰把匕首。把刀個柄就冇乜特別啦，係黃金，但係個刀鋒呢就係鐵。大家要知道，圖坦卡門身處嘅係青銅時代 （Bronze Age），當時埃及係完全未掌握到高溫煉鐵技術嘅。喺公元前1300年啊，鐵係極之罕有，價值甚至比黃金更要貴。咁呢把刀係點嚟嘅呢？喺2016年，嚟自意大利同埃及嘅科學團隊呢，就用呢一個 X 射線熒光光譜儀對刀鋒進行咗非破壞性嘅分析，得出嚟嘅數據呢，居然證明咗呢嚿鐵唔係來自地球啊，真係來自星星啊！呢嚿鐵原來係來自外星撞落嚟地球嘅隕石。但係最搞鬼係呢，當年嘅埃及人就好似已經知道呢件事啦，因為埃及人當年係專門發明咗一個詞彙去形容呢一種物料，叫做 Beer in Pet， 直譯呢就係來自天空的鐵，證明咗佢哋當時3000幾年前已經清楚知道呢一種物料嘅來源。另一邊廂就會睇到呢啲 gem 嘅 interactive display， 透過佢哋我哋可以睇到圖坦卡門真實嘅一面。喺呢一度佢哋嘅資料呢，就解釋咗俾我哋聽，最權威嘅醫學素描話俾我哋知，呢位年輕法老王嘅一生其實係一場同病痛搏鬥嘅漫長戰役。佢唔單止有嚴重嘅內翻足，仲有林林總總其他因為近親交配而得到嘅遺傳病，亦即係話其實佢每行一步都係舉步艱難。呢個殘酷嘅事實就解釋咗點解喺一個咁後生嘅法老王嘅墓葬入邊會揾到成超過130支嘅拐杖。更致命嘅係佢脆弱嘅免疫系統根本就無力抵抗外敵，骨髓顯示佢曾經染過最惡毒嘅瘧疾，所以佢並非大眾想象中或者佢壁畫當中顯現出嚟嘅英姿凛凛嘅少年戰士，而係一個連行路都要靠拐杖支撐嘅長期病患者。大家嚟到呢度會唔會問，喂，法老王擁有當時全埃及最好嘅資源同照顧，點解身體會脆弱成咁？係不幸啊，定係某種無法逃避嘅宿命呢？答案原來藏喺另外一具被遺忘咗100年嘅木乃伊身上。早喺1898年呢，有人喺帝王谷入邊第35號墓發現咗一具無名無姓嘅女性木乃伊。當時嗰個墓一共係揾到大概成9具木乃伊咁多嘅，冇人知道呢個女性木乃伊係邊個，所以一直以嚟成100年都係就咁叫佢做 The Younger Lady。直到去2010年，由埃及著名嘅考古學家 Dr. Zahi Hawass 帶領嘅團隊透過 DNA 檢測，終於揭開咗呢個驚人嘅圖坦卡門身世之謎。呢份發表喺醫學期刊 JAMA 嘅報告證實，The Younger Lady 就係圖坦卡門嘅親生阿媽。Dr. Yahya, if there is any possible circumstances that we can think that the younger lady in KV35
could be a cousin, not a sister of Akhenaten. A kinship analysis getting a result with 99.99. 但係最震撼嘅唔係呢一點，而係佢唔單止係佢阿媽，佢仲係佢姑姐啊！亦即係圖坦卡門嘅阿媽同阿爸，其實係同父同母嘅親生兄妹。而從佢阿媽嘅木乃伊，亦都可以睇到佢好可能係死於非命，因為佢嘅頭骨上面有一個好大嘅窿，懷疑係俾寵物直接打碎下巴而死嘅。係邊個打嘅？當然今日就唔知啦。但係大家要記住，佢阿爸其實係有個正室，亦都係一位非常之出名嘅埃及皇室人員，叫做 Nefertiti。而呢一種埃及皇室為咗保持所謂血統純正嘅近親通婚，代價最後就係由圖坦卡門獨力承擔。佢身上所有嘅天生缺陷同埋遺傳病，正正就係呢一個基因悲劇嘅沉重鐵證。除咗圖坦卡門身體上面嘅秘密，Gem 最細心嘅地方就係將圖坦卡門嘅展品分得好清楚嘅，分開兩條線，一條呢就係佢生前用嘅生活用品，另外一邊就係我哋頭先睇咗好多嘅佢死後世界嘅法器。喺生活用品嗰邊，你睇下，連佢着過嘅涼鞋啊都睇得到，做工精細，好多呢設計都非常之靚嘅。仲有呢張必睇嘅黃金寶座，其中亦都隱藏咗一個秘密，就係大家放大隻眼睇清楚，佢椅背呢其實個圖案上面嘅黃明框呢刻住咗法老王個名，並唔係我哋熟悉嘅圖坦卡門。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crets about this throne, it proves it was made on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ign of Tutankhamun, because the name in the cartouche, Tutankhamun, the living image of Aton. 證明咗呢張凳其實係佢早年仲係信奉緊太陽神 Aton 嗰陣時製造嘅，非常之罕有，亦都係一個歷史嘅見證。好啦，鏡頭轉翻去死後世界呢邊呢，大家見唔見到呢幾張造型非常之誇張嘅儀式床呢？個頭有河馬有獅子，個個都兇神惡煞。佢哋呢就唔係俾法老王瞓覺用嘅，而係專門用嚟嚇走惡靈，保護法老王條屍安全過渡去冥界。另外呢一邊呢一組靚到透光嘅雪花石膏呢，就叫做 Canopic Jars， 裡面通常都係裝住法老王嘅內臟，陪佢一齊等復活。呢度每一件嘅文物都係古埃及人對永生嘅盼望。睇住呢一啲舉世無雙嘅寶物，我諗可能你都會同我同樣咁諗，就係埃及人當年咁精心設計，用黃金用咒語去保護自己，祈求身體能夠完整咁復活。但係最後呢，正正就係呢一啲寶物令到佢嘅陵墓被打開，佢靈魂嘅保護罩被層層剝開，身體嘅木乃伊慘被解體，而家仲要孤零零咁同佢所有嘅寶藏分開109000里，自己一個喺個恆溫箱入邊，喺自己嗰間細到劏房咁嘅陵墓入邊，俾全世界嘅遊客參觀。呢個究竟係永生嘅榮耀，定係一種永恆嘅折磨呢？當年 Howard Carter 為咗攞走黃金面具，話就話逼不得已將黐實咗嘅木乃伊肢解。如果俾着你哋，你又會點樣選擇呢？你會選擇保持屍身完整，放棄研究啊，定係跟阿 Carter 咁做呢？好啦，今日嘅 Gem 深度遊就到呢度。其實埃及之旅又豈止得 Gem 一個博物館？呢片土地中仲埋藏住好多旅遊書冇寫，導遊都未必會講嘅鮮為人知歷史。問下大家，你哋會唔會有興趣聽更多呢一類嘅資訊呢？如果你哋想聽更多古蹟背後嘅故事，你可以喺下面留言，或者簡單咁留個駱駝或者金字塔嘅 emoji。如果好想聽，就留多幾隻駱駝或者留多幾個金字塔，當係一個信號話俾我聽。最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都唔錯嘅話呢，唔好唔記得撳個 like 㗎，尤其是喺頭嗰24個小時。好啦，下集見啦，拜拜。